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一段超级紧张但又让人心跳加速的卧底片。主角不是勇士，不是国王，而是一位妓女。没错，她的名字叫喇合。现在画面请想象一下，夜深人静，屋外巡逻的耶利哥士兵正拿着火把在找人。屋里2个以色列探子正屏住呼吸，躲在麻杆堆底下。喇合轻轻走上屋顶，掀开麻杆，小声说：别动，我要跟你们谈一件大事。啊，这不是浪漫剧，这是信心的谈判现场。喇合一开口就震撼全场，他说：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，我们这里的人都吓坏了，因为听见你们的神分开红海，又听说你们打败了约旦河东的2个王，西宏和噩。各位注意到没有，他讲的这些是当年40年前的旧闻耶。但你看，神的作为一旦发生，就会在敌人的心里留下烙印。换句话说，耶利哥早就心里溃堤，他们表面上城墙高耸，内心早就兵败如山倒。如果今天这故事放到现在，新闻标题会是耶利哥恐慌指数爆表，市民全体失眠，城门封锁。然后记者问市长：请问王上怎么看？王上：我不知道啊，他们的神太猛，我晚上也睡不着。接着喇合说出一句全场最关键的话：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这句话简直是从一个异教妓女嘴里吐出的信心宣告炸弹。要知道，那时耶利哥人拜的是一堆地方小神，雨神、土神、爱情女神，但喇合居然说：我信那位全地的主宰。这一刻，他不只是躲藏间谍，他在灵里倒戈了，从耶利哥的阵营转向了上帝的国。然后他说：现在我恩待了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。这一幕超有戏，你想想，她一个妓女，手无寸铁，却在敌军探子的面前谈出了一场救赎契约，不是用金钱，不是用权力，而是用信心做筹码。他其实在说：我信你们的神会胜利，所以我押宝在他那边。现在你们也得给我一个应许，让我全家活下来。探子们点头说：好，我们答应，只要你不出卖我们，我们必用性命保你。这段对话像不像一场属灵的交换条件？喇合拿信心换恩典，探子用承诺还信实。结果他不只救了2个人，更救了整个家族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上帝的救恩就这么奇妙。人类版的逻辑是：你先表现好，我再救你。但神的逻辑是：你愿意相信，我就开始动工。喇合的家当时可能在城墙边，靠近红绳飘扬的地方。旁人看到可能觉得，那间屋子外面挂红线，应该是做生意的吧。但神在天上看着那条红绳，心想，那是我的救赎记号。有没有觉得神的反转逻辑又一次登峰造极？喇合的信心教我们3件超实际的事：一、信心不看出身，只看选择。你可以有复杂的过去，但仍能做出敬畏神的选择。2、真正的信心会行动。喇合不是嘴上说我信神，他真的冒险藏人，谈条件，挂红绳。3、神能把羞辱变成荣耀。一个妓女的名字后来被写进耶稣的家谱里，马太福音1章5节。神不只救了他，也让他的故事成为救赎史上的惊叹号。各位，如果喇合那晚没开口，他可能就和整个耶利哥一起灭亡。但他选择开口，选择相信，选择行动。
他改写了自己，也改写了家族的命运。所以不要小看你今天的一个信心选择，也许那就是神在你生命里拉开救恩红绳的开始。别以为自己配不上神的恩典，因为在他眼中没有不配的人，只有愿意的人。